土机、清扫机、拖斗、高塔这4位看上去有些陌生的大力神组合成员来自一个噩梦般恐怖的宇宙，那是由赛博坦改人王威震萨克所征服的 IID 平行宇宙。在这里，威震萨克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间谍天，并改造了他的尸体，用于监视巨无霸勇者。之后，威震萨克使用了一种神秘的洗脑技术，完全摧毁了建筑工程队的成员，他们的人格以及他们的自我意识，并在这些空荡荡的躯壳内注入了元宇宙的外壳程序。至此，隶属于霸天虎的合体机器人大力神诞生了。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玩具本身来看一看，虽然这几个是一个重涂产品，但是呢，在配色上都非常致敬这个大力神的配色，整一个绿加紫的配色是非常的经典。从这边起，分别是铲土机、清扫机、拖斗跟高塔。我们先从队长的这个来开始看，首先这一个应该是个头里面最小的，它也是组成身体部分。各个面来看一下呢，涂装其实是比较给力的，看不到一些偷色的情况，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涂装的覆盖啊，还是比较漂亮的。黑加绿的这个履带确实很有大力神的风格，哎，各个面来看一下吧。底面呢收纳也是比较干净，这里还有滚轮啊，可以进行一个推车的一个操作了。那也是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霸天虎的标志，还是挺不错的啊。那它整个透明键呢是运用了一个磨砂绿的一个颜色了。还是比较有质感的，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那比较可惜的是，它这个铲斗就没有一个可动性了，基本上是被锁定住了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动了，动也动不了。接下来是这个清扫机，配色也是比较一致，一个绿紫色为主啊，当然它的紫色是占据了更大的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这个挖壁的这个部分是用了一个类似于紫薯的一个配色，还是看着比较新奇的，也是有一定的活动性啊，不过就比较有限了。当然，挖壁本身是不能转动的，被锁定在里面了。但是它可以通过操作台来有一个转动，哎，可动性算是不错的了。那履带部分呢，也是一个比较一致的配色。底盘来看呢，就显得稍微简陋点了，甚至有点杂乱无章啊。说实话，这个底盘收纳的是不太行的。涂装方面依然是有一些比较精细的点缀啊，这几个的涂装都是比较在线的。这边来看呢，也是有一个比较醒目的霸天虎标志啊，透明垫的质感也基本是一样。哎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拖斗啊，拖斗跟高塔基本上是一个同模啊，它们两个的结构都是基本一致的，但在一些细节上的表现还是有些不同啊。不过它们的变形结构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它只不过把上面这一个操作台换成了这个铲斗而已啊。那这个铲斗呢，也是有一定的活动性，可以去拉开啊，里面是一个连杆去连接的，轮胎上面也有上银漆啊，涂装真的是挺不错的。车尾灯呢也是有一些点缀啊，前面车头也都是有一些黄色的一些涂装，还有一些深绿色的涂装啊，也有紫色的点缀啊。这个上漆，这个尾灯上也是有上漆的，整个涂装来说真的是无可挑剔了。但这个车型对比前面那两个呢，就显得有一点点的卡通扁平了，只能说是一个结构的限制了。底面来看呢，整个也是收纳的比较干净啊。那这个的表现就跟它差不多了，它只不过是把上面这个地方给换掉了而已啊。当然呢，他们在一些细节上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，不过基本上就是一个换了个壳子而已啊。这个涂装倒是没有它来的多啊，车尾灯都没给你涂出来。哎，各个面来看一下吧，都是差不多的表现。哦，刚才忘了说了，这个拖斗的霸天虎的标志是在车头这个地方，要打开就能看到。哎，都是这种带着镶边的霸天虎的标志啊，哎，都是比较一致的。那它的这个操作台就是没有一个旋转了，被锁定住了。这个吊臂呢是可以拉伸的，但是就没有一个更多的可动了，因为它有一个联动的机关嘛。握住它的吊钩往后翻，能翻出一杆大炮来啊，作为一个武器攻击模式吗？但是看上去说实话有点奇怪了。那单体载具的表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单体的变形了。首先是铲土机，我们把它的铲斗给它打开啊，打开，哎，拉开就行。然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武器啊给拿下来。这个武器呢，一会儿就可以给它拿在手里啊，大概变成这样子，让它握持上就行。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双杆枪的造型了。我们以这条手臂为例，进行一个解锁，这是有一个凸起跟凹槽的结合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边看的比较清楚啊，通过这一个连杆呢，把它的手臂给拖到前方啊，哎，这样子。明显的看到这个手臂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手臂给拉伸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一个拉轴的这个关节呢，把它整个手臂给它拉长，把这个手腕转到前面来，
把这一个铲斗呢给它往上打，作为一个肩胛，变成一个这么一个造型啊。至于腿部就比较简单了，直接给它进行一个暴力的解锁，把这一个打开，脚腕翻出来，变成一个膝盖的一个造型啊。这个下半身就已经变完了。最后呢，打开它的背板，把这个头雕呢给它翻出来，这样子我们的变形就已经完成了。那整个造型来说是比较矮小的，有点像这种布鲁克 Q 版的一个身形啊。但是呢，换上这种比较有杀气的涂装以后，它整个脸型有点像杀人蜂那样子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可爱，但是还有点杀气的那种感觉了。是一个银漆打底，涂上这个红色的眼睛啊，气质上确实有点接近杀人蜂啊。可动方面呢，头部是有一个左右的转动，手臂呢都是一些球关了，这里也可以转。然后腿部呢，屈膝踢腿、后踢，可动幅度都不错。平转呢，这里也有一节。总而言之，可动关节是比较过关的了。那刚才那把武器也可以给它装上啊，变成一个双管炮握在手里，大概就这个样子了。这个接地性呢，其实还可以，虽然说它后面这个造型有点触目惊心啊，后面是非常空旷的，但意外的这个接地性还可以，不太会倒。那清扫机的变形就稍微复杂一点，首先把这个挖壁给它拿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翻到底面，可能是比较的明显它这变形步骤。首先呢，进行两段的解锁，先对这个履带进行解锁，这里是有一个凸起跟凹槽的结合，然后呢，这个连杆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凸起跟凹槽啊，进行两重的解锁。都解锁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合体关节先给它拉开，让它不要去碍事儿，然后翻转过来，把它的这一个连杆呢，给它进行一个变成一个 W 型的一个结构啊，就变成这样子啊，可能会比较的抽象，大概就是一个变成一个 W 型的一个结构在这里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这会儿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合体关节再给它翻回来。我是建议把这一个有孔的这一面朝前，再把这个翻过来，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姿势。接下来来到正面，把这个整个操作台先往上翻，然后呢拉伸它整个履带，把这个关节给它露出来。再把这两边呢给它打开，变成它的一个脚底板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啊。那这样子姑且就能站起来了。我们先把它的上半部分给它解锁开来，这边就是一个给它打开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个中间给它解锁，中间是有卡扣连接的，可能比较紧啊，打开。这样子它的这个人形的胸部就露出来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往后翻，这里没有什么卡扣，给它盖上去就行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一个手臂啊给它往外拉平，然后呢把这个再给它打回来，再给它旋转到后面去，再把这个手腕给它转到前方来啊。最后呢，把这里面这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钳子给它打出来，作为它的手臂。那这样子一条手臂就已经变完了，另外一条也是差不多的步骤啊，给它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呢给它打开，把这个转到前面去，给它这样子，再把上面这个给它翻出来啊，那我说一下这个模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本该有轴的地方，它给你偷轴啊，这里面是应该有轴打在里面的，但是这个版本的模具它把这个轴给取消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导致这个结构非常的松垮，然后这个公差也非常大，真的让人感觉非常难受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通过这后面这个圆洞，把它的挖壁给它装上去啊，像是它从后面长出来个尾巴一样，有点像萨克巨人这种感觉了，给它再装上。那这样子我们的清扫机也变形完成了。那清扫机比铲土机看起来是要更加的畸形啊，特别是它这个手臂啊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可动，就球关这样去动一动，上下去动一动啊，就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诡异的一个可动，像是这个龙虾爪子一样。下半身呢，也就是这样子，有一些基础的可动啊，都是通过一些球关去实现的。那单体造型来说，确实是比较的一般了。这个面罩脸真的让我想起了萨克巨人，特别是涂成这种比较邪恶的这种颜色啊，后面长出来这个蝎子尾巴，确实有点萨克巨人的意思。不过这个造型来说，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，确实是比较的难崩了。可动也非常的垃圾啊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单体的表现了。那最后高塔跟拖斗呢，我们就以高塔为例了。首先把这个操作台给它拆下来啊，可以看到这个结构，真的是非常的一目了然。这大家都知道该干什么事情啊，就是把这个解锁开来啊，解锁开来，给它往下去拉，然后这个脚掌呢，就给它翻出来就行啊，给它翻出来啊，这边也给它翻出来，真的是
非常的难绷啊，整个这个变形啊，给它把整个呢就打直就行啊，打直就行，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拉伸呢，这里要给它拉出来啊，把这个东西给它扣进去啊，就是比较的简单的一个造型了。这边也是把这个手呢给它都翻出来啊，变成这种，哎，真的是特别的弱智啊！你不用看说明书都会变的这种感觉啊，哎，这样子给它再变回来啊，这个地方真的是，因为它的裆部呢只是靠一个这个凸起跟凹槽去锁定，就导致你去拉伸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动啊。说实话，这个锁定是基本上没什么把持力度的，你随便弄一弄就开了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的这个高塔就进行了一个无头模式啊，不要紧，我们把这个操作台给它进行一个分解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头就藏在这里啊，头是在这里，给它转过来，然后呢，这个给它套上就行啊。它是通过两个凸起跟凹槽的结合啊，先结合前面，然后把这个合体的这个关节正好套在里面，进行后面的一个结合，哎，给它去扣上啊，那这样子就已经变形完成了。至于这一个东西呢，可以当成一个武器，给它去握在手里做一个狙击枪了啊。这个就就想怎么摆就怎么摆吧。这个枪确实跟他这个人的比例是看着不太搭的，不过他这个墨镜脸还是比较帅的，确实这个造型来说还是不错的啊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拉伸关节让他腿更长啊。不过就比较的怪异了，就很难去评价它的好看不好看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可动关节也是如大家所见，就比较简单的一些可动了。整个关节紧实程度是要比刚才的清扫机要紧非常多了。清扫机那个由于偷轴的原因，就导致它的关节特别松垮啊。这个也都是一些球关了，可以看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还有一个曲肘啊，这个曲手腕的这个关节，也是为了它的一个变形的需要了。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这个拖斗的这个变形啊，跟这个高塔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，它通过这个旋转呢，先把它整个这个操作台给它旋转上去啊，转上去，把这个东西给它扣到后面去，然后再把这个东西转上来，哎，再把这个头呢给它打开啊，这样子进行一个变形啊。那这个头部的变形是比较巧妙的，跟它这种插拔的比起来要好了不少啊。最后也是非常简单，只要把这个轴呢给它放到后面来啊，把这个给它装上去啊就行了啊。这个拖在后面就已经变形完成了，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形了。这两个基本上是95%同模了，就最后变头的这一步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最后呢，所有的成员就集合在我们眼前了啊，这个统一感基本上是没有了。不过它的四合体在现在来说都是比较新颖、比较有趣的一个存在了。这个稍微长得不太一样，也是大家可以容忍的啦。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最终的合体吧，合体成大力神的样子。那合体前，我们先说在前头啊，它的所有的需要插拔的零件我都已经提前拆下了。还有就是呢，如果你想像官图那样合体是基本不可能的，我就怀疑当时的这个孩之宝的摄影师是瞎拍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合体的这个方法呢，是由我自己去独创啊，去自己类似于一个 DIY 去，我觉得这个大力神该有的一个合体的样子了。那大家就尽量的看吧。那如果你能接受的话，那么首先呢，就把这个铲斗再给它打开啊，哎，打开，然后呢，把它整个这个铲斗呢，给它放到后面去啊，后面去，这样子，去做成一个这种 V 字形的一个结构了。再把这个合体大头给它翻出来，咦，那我这个颜色是一个红色，其实我是在它原本绿色的透明件上去上了一个透明红漆啊，我觉得。哎，大力神嘛，还是红色眼睛比较适合。那主体部分最后只需要把这个合体的零件给它翻出来就行了啊。那这个主体部分就已经变形完成了。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清扫机，清扫机也是稍微要复杂一点点啊，把它这个都是解锁开来，跟刚才是差不多。然后呢，通过这一个转轴啊，把这转过来，把这个合体部件呢往下去翻啊，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吧。至于这个手臂的处理呢，我是喜欢它那种比较有怪异的异形的感觉了，所以说我把这个手臂尽量的弄长，给它打平了。然后呢，把它的这一个给它拉伸出来，这里拉伸出来，然后这里还有一节可以拉伸啊，哎，可以看到它有3节可以拉伸出来，这里能明显的看到这里要变长非常多吧。然后就是通过它的腿部这个关节呢，给它转下来，让这一个手呢朝下。
然后呢，这个给它打开，变成一个3个爪子的一个形状来，变成类似于这种样子。上半部分呢还是进行一个打开了，打开以后呢，进行一些调整啊。这个官图它是把这个整个背包去变到下面去合体的，这个我实在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。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去告诉我一下啊。把它展开以后呢，我是习惯把这一个给它立起来，让它两边尽量显得这个不太对称啊，有种异形的感觉。然后把这一面呢，给它去这样子翻起来，让这一面啊去怎么说呢？去这一面去朝前了，给它翻到后面去，哎，让这一面去朝前，尽量让它变得更加的怪异啊，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。那其实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，它有非常多合体的这个关节了，其实你怎么摆都是比较随意啊。我是觉得，哎，这样摆是最好看的，因为反正它这个官图的这种摆法你是根本实现不了的，你就自己 DIY 一下嘛。至于这个头部呢，你给它翻下来也可以啊，给它翻上去也行。那我觉得可能翻上去要效果好一点嘛，给它翻上去吧还是。那剩下这2个呢，基本上说不能是一模一样，也是完全一致了。把这个脚掌给它翻出来啊，把这个轮胎呢往前翻，都给它翻出来，变成一个脚掌的形状就行啊。哎，这样子，最后要把合体关节给翻出来就行了。给它翻出来啊，变成这个样子就准备合体完成了。但是要注意一点呢，要把这个合体的关节呢，给它再给翻出来啊，就变成这样子啊，因为它是有2段旋转的。你要有这个曲肘的关节是靠这一段去完成的，然后这个旋转的就靠这里，变成差不多这个形状就行了，大概就这个样子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合体了。那官图的这个做法，它是要把这一个它进行另外模式转换的时候，这个小手的这个关节也给翻出来，但是你会发现翻出来以后你就会合并不上，变得非常丑啊。那我们就不翻了，只用外面这个大脚掌进行一个合体啊，去进行一个插槽的一个结合。它这里是非常神奇啊，就是它是这么一个结构啊，就是类似于3个插槽互相咬合，然后中间一个插槽就给它锁定上这种感觉。首先进行合体成这样，变成一个 V 字形啊。这个结构在现在来说都是比较新奇的一个结构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进行在上半身的一个结合了，这里一定要注意啊，要让它所有不带螺丝孔的这个面进行一个结合啊，这样才能结合得住。哎，变成这样子，哎，3个就是以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去结合在里面了。那最后呢，这个身体部分是通过这一个插槽进行一个45度的一个角先进去，哎，这样子进去。这个地方确实比较难找，因为看不到。然后呢，通过这个凸起跟凹槽进行后面一个咬合，哎，那这样子就把它的身体给固定住了啊，这样子就基本就变形完成了。说实话，这整个这个组合的确实说实话是比较困难的，哎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啊，我们先给它把这些配件都插上。我是觉得非常可惜啊，就是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冲突是想做出一些差异化的处理，但是整个结合的效果吧，因为就非常的一般了，而且它这个官图给的这个结合效果，你是根本结合不了的，你就只能自己去 DIY。好在是它的这个关节比较多啊，自由度是比较高的。那这个效果合体完大概也就这样子，把这个该插的给它插上。这个拿枪这边呢，它是给你弄了一个铲子你要去通过这个机关呢结合到这一边。给它插在这个手上，它就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那种大钳子的这种装备啊，哎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也是比较猎奇吧，就这种样子。最后这一个挖臂给它挖在后面，这个插在脑袋上，哎，就进行一个合体的一个效果了。那它的整个效果，说实话就比较的一般，而且合体完以后也是松松垮垮，这个一体性是非常糟糕啊。它还有一个4肢互换的玩法，但我们就不多演示了。说实话，我对那个4肢互换的玩法也不是很喜欢，因为它这里是一个由球关去连接啊，就是它做脚的话，它不光短一截，它还是个球关，根本支撑不住一个脚步。它后半段的这个合体呢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原版是什么样，但我觉得。不能跟原版一样吧，就自己 DIY 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造型，大概来看就是这样吧。但是它这个肩膀这样斜着上去了，就有一个大爪子，有一个大枪啦，然后这个腿是这个像蜘蛛腿一样，这个造型还是有这个还原到的。那它这个整个造型呢，我只能说是
比较的猎奇了，这种审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了。整个配色来说还是比较大力神的吧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它一个比较有趣的设定，然后跟这个威震萨克扯上关系，我是完全不会去购入这一个玩具的啊。说实话，就是比较的一般了。这个大钳子这个手还不能固定，如果它能这种固定一下，我觉得整个造型的张力还是有的。那这个头雕我们这回来也看一下吧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是上了一个红色透明漆。这个效果呢，说实话有点一般了，不是特别的好看。本来想的是上成透明漆以后，它会发光发亮啊，但这个效果就这样子了，就比较一般了。这整个真的是虽然不会散，但真的是很松啊，就玩起来特别难受。合同关节也是如大家所见的一些球关啊、一些连杆去组成的。我特别讨厌这种没有限位的关节啊，腿部也是啊，只有这种地方是用齿轮关节，但是它这些关节就是就这种转轴啊非常松，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固定啊，这个腿啊它是根本支撑不起来这些关节的设置。那总体而言，它的创意是有的，但是合体的这个表现呢就比较一般，还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玩具吧。可能原色的话品控会好一些啊，特别是它这个配色是阉割了一些轴啊，就很难忍，破坏了它的这个模具的一体性啊。特别是这个部分，你玩着玩着它会直接就掉下来。这个可以看到，这里面是没有轴的，我这一拿它就会下来，就保安体验非常糟糕了。那好了，今天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不太好玩的玩具吧。那主要是因为它的配色跟它的背后的故事比较有趣。那这个配色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收的哈，如果你非感兴趣的话，去收一个原版，体验会比这个好非常多了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巴斯特，我们再见吧，拜拜。